各位棋友，从今天开始起，我将为大家介绍牛头滚布局。牛头滚它也被称之为中炮盘头马，这个布局的变化和急进中兵两个走法非常的相似，堪称为孪生兄弟。对于我们业余初阶爱好者来说，很容易认为牛头滚就是急进中兵，急进中兵就是牛头滚。实际上，这两个走法只是一步之差，天壤之别。此时红方上马，接下来红方就有所不同了，因为这个阵型很明显，红方当头炮过河车，黑方以屏风马强挺七卒来应对。此时红方如果说走成兵七进一的话，黑方既有飞象补后中路，将来形成一个置七路马不管的话，就形成了一个弃马局变化。或者说前面我们也讲过，直接马七进六的话，形成一个左马盘河。当然昨天前面我们讲了30多局啊，黑方也有直接平炮对车，这就容易形成平车避让，将来退炮打车的话，红方再进中兵的话，形成中炮急进中兵的走法。好，那么在这里关键点它的不同之处，就是红方采取直接兵5进1，从中路进攻，这个局型变化就被称之为牛头滚。但是这个局型呢，对于黑方后手来说，很容易造成一个假象，形成一个移形的变化。比如说前面我们应对急进中兵的话，平炮对车有这样一个走法，红方固然是平车避让，退炮打车，这个走法可以说很容易把两个混淆。实际上黑方这样应对是一个败招。比如说你现在平炮打车退炮打车的话，红方再次发起中路进攻，现在你反而不敢打车了。如果说强行再次打车的话，红方是置这个车不管，直接先行进兵将军。你现在到底是平炮了还是称势呢？显然你是不能飞象，这里既有进车吃，同时还有直接发起中路进攻。那么在这里黑方比如说比较好的就是补后中路，相当于先前这一步炮9平7打车白白浪费了部署。此时的话，比如说继续打车，他最为顽强的就是选择要称势。如果说这样走的话，红方只需要100兵将军，黑方就已经绝杀在即了，大难临头，是无法挽回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里江浙军，你现在不敢飞象，也不能上马，直接进去吃完之后还威胁你的七路炮，开局丢子得不偿失。那么现在这个势也不敢撑开，如果说往上撑的话，进去吃马再抓炮。当然顽强的话退势，这个局型变化相信大家一看，开局敞开胸怀让别人来进攻肯定是不妥。最为顽强的就是此时平将而出，但是红方100炮的话绝杀在即了。你现在仅此一步选择称势，那么现在既可以进车吃马，同时也可以先手来将军。那么这里很明显黑方处于一个崩溃的状态。由此可见，黑方平炮打车这一步棋是一个败招。那么现在红方有先行之力，主要是中路进攻，他的中路比较空虚，势必平炮或者说称势补后中路。我们分别来看，比如说炮9进5的话，看起来很厉害同时还瞄准红方的中兵。实际上这一步棋反而红方是大优，红方并不是进兵吃卒，而是把这个兵摆开。现在大家会发现问题，你现在要不要进炮打掉红方的中炮呢？首先他的炮双马，红方一个单车牵制3个大子，2个象不能补后中路。现在你出车的话就比较被动，红方上马，同时这个小兵再次往前冲的话，威胁黑方的3路马。即便是你比较顽强的进炮打掉好了，红方飞象一吃，3个子力还是同样受牵制。这里冲兵有绝对的先手优势，想摆脱局面进车守住马，那红方快马加鞭的话，将来上马这里抓马，同时还有平炮
或者说跳拐角马，红方都是有先行之力，反而局势红方非常的占优势。我们继续看当前局面，黑方比较顽强的应法士4进5，提前补后中路。那么红方要不要进兵冲呢？红方这里比较好的就是马8进7，引诱黑方进卒吃兵。当然他这里还有平炮打车，这两个变化我们分别来看。如果说黑方不仔细观察的话，直接进卒吃的话，红方一上马有绝对的先手优势，既有进炮打掉中卒，抢夺中路，先手将军，同时将来还有马5进7的话，跳相位马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或者说直接马5进6，马5进4，对他的3七路马形成一定的威胁。这个局形变化，红方出子比较迅速，同时局面大优。当然，比如说此时你再次平炮打车的话，实际上亡羊补牢已经太晚了。平卒平车砍掉卒，威胁3路马，始终让黑方这2个子备受牵制。好了，我们返回来一点，当然在这里黑方比如说直接平炮，此时先不冲卒，平炮打车呢，又会形成何等局面呢？这里就是今天比较精彩的红方避让。接下来黑方他如果说再冲的话，又会形成先前局面，感觉下一步跳马，将来进卒，或者说上马踩掉兵，这步棋感觉还不错实际上这样一走的话，红方进兵吃掉中卒，黑方比如说进卒的话，这里回马踩着车，还对红方有一定的威胁。但是这个变化看起来很不错，实际上这里是红方设置一个巧妙飞刀变化。此时如果说上马的话，进车吃炮，开局丢子得不偿失，这个车还没出来，你反而在这里没有杀伤力。前面急进中兵，这一个5步穿草马，针对牛头滚布局的话，反而一点都不成立。他比较好的就是选择回马，既护住炮又踩着车，看起来还很不错。但是这个局面之下，红方依然是有先行之力。当然很容易走错的一步棋我们在这里为大家演示出来，很容易选择退马，借助2路炮给马生根，依然是平炮打车，车闪开的话，进卒吃兵，威胁3路马，看起来非常不错。实际上这个棋反而会给自己造成困境，因为红方完全在这里可以先置之不理，直接先平兵1将军。那这里将军的话，你现在飞象不成立，进车吃马，跳马的话也不成立，吃马还吃炮。当然称式我们讲过不太好，比如说现在平将而出，那这里看起来很不错但是红方这里是有巧妙的杀招的，大家也不妨看看，一旦弃车必定有杀。红方此时来一个炮8退1，就非常的凶狠了。那现在黑方要不要打车呢？你现在选择称式的话，我进兵吃，老将又动不了，那强行硬着头皮打掉车吧，先得个实惠。但是红方接下来一步棋100炮将军该如何应对呢？此时进不来你仅此一步选择称式，进兵吃掉士，依然是先手将军。现在要么将5平4，要么平炮过来。首先说明平炮的话，再次进兵1将军，将4平5，好了，重炮杀棋。那么这里还有第2个走法，当红方进兵将军的时候，黑方就不平炮，直接回到中路。现在你中炮将军的话，我再摆出去实际上这个走法同样是不成立。黑方进兵一锁喉的话，下一步棋依然是重炮杀棋。那现在黑方仅此围绕着红方这个炮要做点文章了，选择解杀，弃车砍炮。那么这里大家再次看看，换作是你的话又该怎么走呢？这里非常的简单，这个后炮变前炮，
炮6进2，依然是重炮杀旗。黑方现在再次放手一搏，拼命挣扎，近炮过来选择弃炮解杀，那实际上同样不成立。红方回马窝心，这个重炮杀旗，黑方接下来是没有任何办法解杀，